近杨紫和范丞丞主演的《要99爱》终于上线了，剧里主演们的感情也都引起众多网友关注讨论。而在剧情之外，很多人都磕起了他和范丞丞的 CP， 粉丝更是纷纷换起了俩人的情侣头像，所以就有不少吃瓜群众都在怀疑杨紫和范丞丞是不是在一起了。说起来，《要99爱》这部剧一开始是杨紫组的局，他那会儿已经拍腻了古偶剧，想要换换口味。男主选择范丞丞也是他点头同意的，但他俩并没有谈恋爱，就是工作关系。杨紫和范丞丞一个是搞笑女，一个是搞笑男，他俩在剧组拍戏经常玩梗，互相对方。在杨紫眼里，范丞丞就是个小弟弟，他不太喜欢姐弟恋，之前谈的对象大多都是同龄人，也差不了几岁。杨紫喜欢的类型是成熟会照顾自己的，他对年龄差比较大的姐弟恋没兴趣。而除了两人的恋情，这部剧的收视成绩也让众多网友讨论，因为暑期网播的《长相思》成绩不错，这就让观众看到了杨紫在网剧市场上的潜力。这一次《要99爱》上星播出，大家也好奇杨紫在电视剧市场上能取得怎样的成绩。让人意外的是，《要99爱》播出之后，收视成绩并不理想，首播当日该剧的收视率排在了第10名，收视份额甚至没有突破1%。次日的收视率有所上升，但是市占率也才刚突破1%。要99爱在被列为5大卫视之一的江苏卫视播出，但是其播出期间，江苏卫视的收视率不仅没有闯进前5，还被没有列入5大卫视的辽宁卫视超越了。看到要99爱收视率持续低迷的情况，网友一针见血地表示，该剧收视率低这件事无锅可甩。言下之意，要99爱收视率低与档期和卫视底盘等没有关系，而是与剧集本身有关系。从目前观众的评价中可以了解到，要99爱被吐槽的点主要有2个，一个是女主角杨紫状态差，另一个就是2位主演杨紫和范丞丞之间只有年龄感，没有 CP 感。有网友晒出剧中杨紫和范丞丞同框的截图，并且配文称乡村企业家和他的儿子。截图中的杨紫一身成熟女企业家风格的装扮，面带微笑地坐在那里，看上去温婉中透着慈祥。她身边的范丞丞则垂眸沉思，像是一个事业有成的青年。杨紫在新剧中的状态不好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拍摄时身材发福了，不仅脸部浮肿明显，还年龄感十足，脸上有着深深的法令纹，尤其是在全是高中时期的时候，让人觉得十分违和。将杨紫在要99爱中的截图和她在上一部现偶剧《余生请多指教》中的截图一对比，大家就能够清楚地看到她的状态差距明显。一个脖子修长，下颌线明显，皮肤白皙紧致；一个脖子粗，脸圆，皮肤松弛下垂。杨紫和范丞丞本来就有8岁的年龄差，她在新剧中的状态又差，这就难免让网友觉得2个人不是同龄人，甚至不是同辈人。看着2个人情到浓时自然而然的接吻的画面，网友辣评年轻高中生热吻一役。除了对杨紫状态的吐槽之外，观众还对杨紫塑造角色的能力产生了质疑。杨紫饰演的黄英子在高中时期是一个大大咧咧、明媚开朗的女孩，可是在杨紫的演绎下，大大咧咧成了张牙舞爪，明媚开朗成了夸张搞怪。要99爱中高中时期的黄英子让观众联想到了许多杨紫饰演过的角色，比如《欢乐颂》中的邱莹莹，小米沉沉烬如霜中的锦觅，和女心理师中的贺顿，和长相思中的文小六。因此有网友发出灵魂提问，为什么杨紫不论演什么角色都能看到她本人的影子？也许是因为这种人设最贴她自己，但是这种情况体现出来的问题是杨紫角色同质化非常多，相互替换女主毫无违和感，甚至有网友总结杨紫的古装同质化严重，现代剧大吼大叫做不了微表情。所以这就引起网友一众讨论，女演员们演自己适合自己年龄的戏就这么难吗？多少岁自己不清楚，观众也能看得出来好不？我承认杨紫演技很好，但这也建立在与人物适配度可以的基础上。31岁还在演高中生，真以为谁都是谭松韵啊？杨紫与范丞丞八竿子打不到一起的2个人，相差8岁竟然能演同学，不是姐，你上大一的时候人家小学还没毕业呢，你俩还能当上同学了。我一直觉得演技是一位演员永远的滤镜，可看了要99爱，这滤镜算是破碎了。要99爱是双线并行，
在回忆里，杨紫要与范丞丞等人要开启高中时期的青春记忆。说实话，杨紫虽然有点脸肿，可现代装扮我还能接受一些，学生时期实在是太突兀了。或许是知道自己不能从少女感下手，于是开始向叛逆耍宝的性格使劲。于是他吃巧克力派会吃得满脸都是，而且自己还发现不了，必须得看一眼。说真的，这一幕给我留下的心理阴影极为强烈。我知道你没有形象包袱，但你能不能在乎一下观众的心理包袱？我都不敢相信，谁要是吃饭追剧看到这，得有多么膈应。给观众看了一次还不够，必须回过头龇牙咧嘴，再展示一下嘴里的这些东西。不是你以为我们看不见你满脸妆啊？差不多就得了。玩个扑克赢了男主也得好一顿耍。他夸张地将五官紧紧扭到一起，叫唤了一阵还没过瘾，转过头对着男主就是一顿略。别说高中生，就这一系列幼稚的行为，小学4年级以上都不一定会做。而观众此时此刻的表情与范丞丞是一样的。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范丞丞脸上的不耐烦和厌恶，不是演技不行，是他掩饰不住内心的情绪。这孩子到底做错了什么？其实就性格来说，我觉得杨紫把黄英子高中时期的形象塑造的算是比较立体，但也能看得出她太想演好了，用各种小动作、小表情企图增加人物的立体面。可对于学生来说，冗杂的东西越多就会越假，任你演技再好，叠加在一起也就变成了浮夸。要知道黄英子与长相思的文小六可不同，而且在都市偶像剧里，形象包袱一丁点不在乎形象，这不是开玩笑的吗？演个高中生，眉毛、眼线还有口红全妆出席，厚重的刘海和过于饱满的额头，处处都透着精心设计。突兀的大双眼皮贴就这一身，你要说演大学生我就忍了，非要演不到20的学生，是把观众当傻子吗？31岁也不老，何必非得扮嫩呢？在我看来，要99爱剧本也一般，对手演员不做过多评价，制作团队明显不如他之前的作品，显然他受不了双女主，让其他人年轻小花来演高中时期的黄英子，但他的脸又撑不起来青春感，适可而止啊！杨紫，扮嫩这条路不该是你走的。杨紫30岁演17岁少女，不是今年第一位扮嫩的。虞书欣28岁还能夹子音嘟嘴卖萌呢，吃饭这嘴撅的都能挂2两香油了，连睡觉都得恶心一下观众。就这个角度，一张大饼脸瘫在床上，嘴里嘟嘟囔囔不算，还得歪个头撅嘴一笑。你要是不睡觉你就起来，别老膈应人。这些30左右的女星都开始装嫩卖萌，中生代和老年组就更别说了。刘晓庆71岁还要演少女娇气，小嘴一瘪穿个嫁衣，似乎真的把自己当成待嫁少女了。刘嘉玲更是双马尾一扎，全身从上到下都是中年女人的感觉，却还要抹嫩粉色的口红，矫揉做作装成年轻貌美的大美女。无独有偶的是，刘嘉玲脑袋上的双马尾还真是各位中生代女星的装嫩神器，多少年都被津津乐道的林心如最喜欢的就是双马尾，即使是古装剧，那也得呲个大牙演全世界都爱我的美少女。董洁应该是所有老少女中最自信的，法令纹都要对到观众眼睛里了，脸上一点刘海修饰都没有，疲惫的眼神、苦笑的脸出现在镜头中，实在是太违和了。刘涛那必定也是少不了，桃姐本来是国剧一姐，可不知道为何这2年资源直线下降，口碑也2极分化严重，于是刘涛开始放飞自我，厚重美白滤镜把口红都磨皮成了荧光色，一口大牙比光都亮，五官乱飞加大瞪眼，观众一看一个不吱声，是不是觉得够离谱了？还有56岁演员管64岁女演员叫妈的，文丽丫头就这样猝不及防地带着中老年偶像剧给观众呈现了一出大惊喜。她跟其中的女演员相差8岁，却能理直气壮地喊出那一句妈。当然也能理解，蒋雯丽作为视后信念感当然强，她连双马尾都不用，顶着微商头，脚踩小高跟就能直接蹦蹦跳跳跟男主一顿撒娇。如此毁三观的剧情，还有别人敢演出来吗？其实观众并不是讨厌女演员装嫩，如果演员本身就是娃娃脸，又少女感十足，或演技确实到位，能演出灵动的既视感，至少要比流量演员演技好，那么大家还能接受。毕竟谭松韵30多岁都能在大荧幕里演高中生，观众也不会因为年龄攻击她。但当演员的脸和气质已经无法支撑青春类人物，
最好还是选择将这种戏交给适合的人。当一个人要装出自己没有的感觉，那么再好的演技都会烟消云散，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好口碑也会瞬间消失，这本身就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况且一般要女演员装嫩扮少女的剧，加上言情2个字，基本上就约等于烂剧了。杨紫可以说是目前90花中发展趋势比较好的一位，观众也期待看到她的进步，希望她不要像8、5花前辈一样出走半生，仍是古偶，人到中年还在转型。也许她该走出自己的舒适圈，挑战一些和自己反差更大的角色了。只希望要99爱后面的剧情能站起来，否则这部剧的口碑也堪忧了。